今天是2026年1月4日，我跟老婆同时下岗，同一天下岗，记錄一下今天的這個難得的時刻。今年失業的人太多了，我今年30加了，失業已經半個月了。我今天就想問大家一個扎心的一個問題：如果說你辭職失業了，沒有收入來源，你們有依靠和退路嗎？不准說話。有的人可以靠父母，有的人可以靠另一半，那你靠誰呢？由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愈發引起民眾反感，近期大陸社交平台上流傳出一段視頻，一名男子手持彈弓沿街擊打監控攝像頭。相關畫面在社交平台流傳後，不少網民將其視為對密集監控的反抗，評論區出現大量叫好聲。流出的監控畫面上標注着溫泉路等字樣。視頻中，這名男子手持彈弓走在道路中央，先朝左側建築方向發射彈丸，隨後又加快腳步，將拍攝該畫面的攝像頭擊中，導致畫面瞬間模糊，只剩下破裂的痕跡。不少大陸網友在評論區以調侃的方式回應：“好準，人才，想追住他。” X 平台上的網友也紛紛留言：滿街的攝像頭，可自行車、手機，甚至孩子丟了卻找不回來，打掉也無妨。建議大家模仿，記得戴口罩。中國人都有這麼勇敢，中國就有救了，這才是反共的榜樣。我一直覺得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一定是從毀掉監控攝像頭開始。兄弟，揭竿起義的時候好好幹，民間應該極力推廣。在當代中國大陸的城市版圖中，攝像頭已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基礎設施。從主幹道到幽深小巷，密集的鏡頭編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視覺網絡。然而，社會上對此長期存在爭議。在交通執法方面，攝像頭的效率極高，違章抓拍、罰款通知、扣分記錄幾乎從不出錯。然而，當涉及到真正關乎公共安全的關鍵事件，如未成年人走失、重大治安案件的偵破等，這些攝像頭卻常常派不上用場。在家屬或公眾追問之下，官方給出的解釋往往是設備故障、畫面缺失或監控未覆蓋。這種情況經常發生，不斷消耗着民眾對公共監控體系的信任。中共當局的一些做法引發越來越多民眾的不滿。近日，網絡上流傳一段疑似在廣州街頭拍攝的視頻，畫面中一名年輕男子似乎被公安控制，他情緒激動地高聲斥責共產黨。這段據稱由俄羅斯遊客於1月31日在廣州市北京路商業區拍攝的視頻顯示，該男子上身赤裸，雙手被綁，在街頭來回走動，口中不住地喊“窮人的命不是命，是不是”，並爆粗口痛罵共產黨。他身旁站着一名穿粉色裙子的女孩，地上散落着一些衣物，不清楚是否還有其他物品。周圍有多名公安人員在場，也吸引了不少路人圍觀。拍攝者並不了解現場發生了什麼，只是在視頻中配上俄文字幕詢問：“誰懂中文？他說了些什麼？”不少網民留言表示，如果不是外國游客拍下這段畫面，換作中國人拍攝，恐怕不僅視頻會被刪除，拍攝者本人也可能會遭遇麻煩。有網友留言向英雄致敬，中共氣數已盡，離死期不遠了。也有網友擔心他的安危，留言：“這孩子危險了，希望他保住性命和自己的器官。孩子，你醒了，祝福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群起抗爭。你一個人無法改變什麼，反而會害了自己。”有網友說，百姓應該團結起來，把老百姓壓制得喘不過氣。丟了那麼多活人的器官，現在生活壓力又這麼大，走投無路啊，賺不到錢都沒法生活了。1月22日，中共官方發布數據稱
2025年12月，中國16至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為 16.5%。不過，有觀點指出，儘管這一數據看似很高，卻依然難以呈現中國青年就業的真實情況。因為中共統計的是城鎮青年的失業率，既不包括在校生，也不包括生活在農村的青年。此外，中共當局認定的就業標準較為寬鬆，只要每周工作1小時以上就算就業。因此，在城市中數量龐大的靈活就業者，甚至全職兒女都不在這個統計範疇內。雖然哭這件事情很尷尬，在面對鏡頭也不會說話，但是還是很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。現在已經畢業2年了，然後還是處於備考編制的狀態，但是這個就是他現在招的實在是太少了。我們臨沂地區一共就招4個我這個學科的，4個，整個市招4個，加上職業學校的應該是還有2個。現在真的是畢業即失業。博主感慨，許多人當初選擇就讀師範院校，本以為畢業後至少可以進入學校任教，結果卻發現就業異常艱難，連當老師這條路都走不通。不少師範生畢業之後，長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幾乎陷入無事可做的狀態。與此同時，當前對教師的需求似乎大幅收縮，每年招聘名額寥寥無幾。無論怎麼努力備考，最終的錄取結果往往與付出的辛苦並不成正比。博主飛仔濤說，自己在42歲時突然被公司裁掉，他感嘆自己是深圳最慘的打工人。過去他一直在寫字樓裡做設計畫圖的工作，月收入3萬元左右，工作穩定，家裡每月房貸7000多，女兒也在深圳讀書，生活雖然不算奢侈，但還算寬裕。他完全沒料到，原本平穩的生活會突然被按下暫停鍵。那段時間，我瘋狂的去找工作。42歲的我，投出去的簡歷，大部分連已讀都沒有。有好幾家小公司倒是願意用我，但基本上工資減半，還要求996。我算了一筆賬，就算我接受現在的薪資，扣除房貸、生活費，那剩下的錢而我女兒上學的費用可能都不夠。難道我還要繼續奮鬥10幾個年頭嗎？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。已經6月底了，我還沒有找到工作。還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失業啊？也3個月了，每天躺在出租屋刷視頻、睡覺、發呆，每天都很焦慮，頭髮也瘋狂的掉，一天只吃1頓飯。人一旦不上班，就真的不想去上班了，好像已經沒有了工作的勇氣。上了10幾年的班，最後發現自己也廢了。大部分人一旦失業，最後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會。我今年38歲，互聯網大廠失業。在外人看來，你工作經歷不錯，找工作應該不難，曾經的工資也不低，失業了應該也存了不少。實際上是38歲了，既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失業了也沒有存款。韓漂的這些年，一直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到年齡了就結婚生小孩，然後買房買車，基本上掙的這些錢也都花出去了。上了10幾年的班，精神上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也早已沒有了當初的激情，現在失業了，最後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會。身邊的人紛紛給他出主意，建議他去擺攤，嘗試做自媒體或者送外賣、開網約車謀生。但博主卻發現自己似乎已經失去了方向感，難以適應這些工作。面對生活的壓力，只覺得整個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樣，不知道自己還能胜任什麼工作，也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。我今天上午去試崗了，然后我刚回来，然后我試崗只試崗了一上午，正常來說試崗是3到7天吧，然後我就覺得不太合適。當時面試聊的其實挺好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失業時間太久了，然後自己這個心態就不太適應上班這個節奏，然後也有點融入不了人家那個環境，然後外貿的話之前也沒做過嘛，頭一次接觸，反正和自己想象的也不是很一樣吧，然後就回來了。但是我還要找工作，我一想我還要接着找工作，我有點崩潰。你們都找到工作了嗎？我勸大家不要再有這種想法了啊！
什麼失業了，我大不了就去送外賣，還能有個兜底的工作。兜不住了，兄弟！会只有我一个应届生找到，今天还没找到工作吧？我的天，已经找了好几个月了，還是沒找到呀，兄弟們！感覺自己畢業等於失業了。是的，是這樣的，等於畢業等於失業了，找不到了。本人41歲啊，屬鼠的，失業半年了，真的難以想象。原先我找工作還是很積極的，我覺得我頭一個，對吧，就有面試，就有正常的那種工作，面試基本上來一個就成功一個，除非我不願意去。可是啊，我現在覺得真的太高估我自己了，投簡歷啊，原先真的很積極的投，很積極的投，現在真的已經渺無音訊的那種。咱就是說，現在35、6歲、37、8歲，接近40或者40幾的，還年輕，對吧？你不幹活，那你去幹什麼呢？咱退休要到60歲左右。博主說，你如果35歲以上，企業往往嫌你年紀偏大，可距離退休還有20-30年的空檔，這段漫長的時間該如何度過？更何況今年有多達1200萬名高校畢業生尚未被就業市場吸收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又該如何應對？被裁員的補償金終於到賬了，沒想到給了我們一個大大的驚喜。今年5月份，領導找他談話，說要把它優化掉，當時擔心拿不到賠償金。後來經過反覆協商，就在上周補償金終於到賬了。去年他們公司就經歷了幾波裁員，本以為老員工可以躲過去，沒想到今年裁員名單裡就有他的名字。當時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。這些年我全職在家帶孩子，家裡所有的經濟來源全靠老公來支撐着。在這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，生活的壓力已經夠大了，被裁員就意味着我們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，這對於本就不富裕的我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。老公也因此常常失眠。博主表示，好在上周終於迎來了好消息，老公拿到了 N+1的裁員賠償。有了這筆錢，老公計劃先拿一部分去翻修老家公婆的房子，讓他們回家過年時住得更舒適些。剩下的錢則先存起來，畢竟現在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，日常開銷還得謹慎規劃。被降薪還是被裁員？我被降薪了，下一步就面臨的應該就是被裁吧。40歲在咸陽邊陪讀邊上班，做留守婦女的第12年，沒掙過什麼高薪，想着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滿足，但沒想到降薪裁員，這股風也吹到了我身邊。我們是從去年房地產行業蕭條開始就拖欠工資，直到前2天工資被降30%。說實話，真的不想幹了，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如外面的環衛工人高。可沒學歷沒背景的寶媽想找個既能管娃又穩定的工作真的很難。博主提到，媽媽的腿疼已經持續好幾天了，趁自己剛拿到工資，趕緊帶媽媽去醫院檢查。醫生診斷是膝蓋半月板損傷，主要是長期勞作造成的。爸媽都是農民，一輩子辛苦耕作，如今年紀大了，身體的各種問題也逐漸顯現。而此時，她又遇上了降薪和裁員的困境。博主感嘆，還好不是老公的收入出現問題，否則這個家可能就支撐不下去了。如果你所在的單位發不下來工資，你能堅持多久？你家裡的家底能讓你支撐多久？先說我們這兒，頭2年正常發工資有績效的時候，大家還嫌掙得少；去年只發底薪，沒有績效的時候，也能熬上一整年。今年呢，只發半個月幾百塊錢的工資，大家都感覺沒法生活了。但也堅持到了12月底。博主說，當大家都期待公司發放剩餘工資時，突然接到通知，剩下的工資不再發放了，現場氣氛瞬間爆炸，大家都很憤怒，紛紛表示受夠了，要辭職不幹了。然而隨後，博主發現，大家最終都選擇默默妥協，沒有人再提辭職。他認為原因很現實，如今就業形勢嚴峻。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沒人敢冒險裸辭，生計壓力讓所有人只能忍耐。有人問我，你都幹了10年了，為什麼要辭職啊？我是被單位辭退的，不是辭職。我幹的是最底層的工作，單位呢給我扣帽子扣屎盆子，說我嚴重違反規章制度。說實話，之前幹的都挺好的，這一換領導啊，感覺像是帶着任務來的。接二連三，單位這開除了7個。其實當時走的呢也挺意外的，
也挺不甘心的。这10年了，咱跟各界的领导啊、同事关系都处得不错。后来想了想，这就是早有预謀。新领导看你100个不顺眼。刚被人事通知，去办了离职手续，被裁员了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在这个公司已经10多年了，也是公司最老的员工。趁现在大家都去吃饭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告別。等会收拾東西自己離開吧。博主說，他今年37歲，突然接到離職通知，整個人陷入迷茫，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，也不確定自己還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。眼下房貸和車貸每個月都帶來很大壓力，讓他感到非常無助，不知道該如何應對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